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现在正在分手中第13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因为拉法叶方一直没有回复，英恩决定开展一场时装秀，还邀请了重病在身的美叔一起参加。时装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正当所有人都为此开心的时候，在国却不见了。回到本章，道勋回到家后发现车钥匙不见了，四处翻找后只找到在国留下的道歉留言。原来车子被在国借走了，他想要和英恩一起上班，在这最后1个月他要和英恩好好的度过。可怜的道勋只好搭支书的顺风车，不同于英恩和在国，两人的恋情才刚刚起步。支书的爸爸黄理事也对道勋非常满意，路上时道勋一路不加掩饰的甜言蜜语，将支书逗得心花怒放。好不容易来到了公司楼下，还要支书亲一下才能下车。结果刚送走道勋，支书就从后视镜里发现徐代理仍然在对小郭献殷勤。支书看出徐代理想和小郭再续前缘，气得大骂小郭是渣男，还操纵车子后退，逼迫两人分开，闹得小郭非常尴尬。他其实并没有和徐代理再继续纠缠的想法。英恩因为上次举办的时装秀一跃成为时尚界的红人，各大品牌都给他打来电话，想挖他过去工作，就连奥利弗也不例外。组员们也对此讨论得热火朝天。老高偷听到几人的谈话后，主动来找英恩献殷勤。此时的他可不想让英恩跳槽，如果以后英恩想出更棒的设计，他的成绩也会随之水涨船高。英恩没有拒绝老高的好意，多一个朋友自然比多一个敌人要好。虽然对方只是个墙头草，只是素雅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他的表情也随之激动起来。原来国际时尚杂志 Vogue 竟然主动找上了英恩，很快英恩就和 Vogue 的总编见了面，对方想要让英恩担任下期杂志新秀设计师的主角，而他也将成为 Vogue 邀请的第1个韩国设计师。英恩则因为这件事找支书商量，见支书也同意了，他也决定下来，而右晴却因此倒了大霉。本来已经和其他品牌谈好工作，将 Sono 在他们百货公司的柜台替换下来，没想到副社长听到英恩一炮走红，让右晴无论如何也要重新和 Sono 达成合作。右晴回想起那天，英恩当时主动拒绝了他，不由一阵头大。忙了一天后，英恩邀请在国来他家吃饭，然而英恩并不会做饭，本来他是请客的一方，结果最后反倒是在国担任了厨师一职。之后在国还像模像样的教起英恩做饭。此刻没有头疼的工作，没有烦人的家长，两人终于能静下心来享受他们的独处时光。和前途一片大好的英恩不同，美术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，疼痛感也日益加剧，他痛苦地蜷缩在沙发上。让他感动的是，女儿非常懂事地拿过来药，小郭也对他非常关心。回到在国这边，英恩对在国的手艺赞不绝口，然而在国却提出之后他得自己做了。两人对即将分手的事心照不宣。这时在国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原来他本来打算租用2个月的我们照相馆，现在有人想要搬进去了，他只能下个月就搬出去。英恩听此情绪有了一瞬间的波动，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，余下时光不多，才更要珍惜。而英恩的爸妈和他们正相反，虽然嘴上互相谁都不放过谁，但是闹了这么长时间的离婚也没有真正的分开。英恩爸为了证明自己离开英恩妈也能过得很好，主动尝试解决吃饭的问题，结果忙了半天，发现自己连个泡面都不会做。英恩妈也借此嘲笑了他一番。这天英恩来到希尔斯百货商城，虽然 Sono 品牌就要被撤柜，但是专柜经理并没有很难过，毕竟缺少了 Sono 是希尔斯百货商场的损失。右晴因为副社长的话，趁此机会准备和英恩好好聊聊合作的事，不过爱面子的他仍然嘴上不饶人。英恩看出他的脾气，给了他一个台阶，让他把合作的提案发给他的公司。告别了右晴后，英恩接到了美术的电话，原来他是想让英恩来他家陪陪他。等英恩赶到美术家时，支书已经在这里忙活很久了。原来美术觉得自己活不过秋天了，所以准备提前腌制好大量的泡菜。这种活让支书和英恩心里不好受起来，不过美术倒是觉得自己没有遗憾了。今年秋天和冬天要准备的东西他都已经准备好了。
英恩见此情绪不错，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只是在尝一口泡菜后，两人发现味道非常淡。不过当知道美叔是因为病症失去味觉后，两人都赶忙装作很好吃的样子。这时智叔注意到，除了送给他们的泡菜外，还有一盒泡菜。美叔神秘兮兮的，并没有告诉两人要送给谁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，两人仍然在这里陪美叔。智叔几次想将见到的事情告诉给美叔，但怕他受到打击，没有说出口。没想到美叔倒是大方地问起，徐代理难道比她还漂亮吗？看样子是已经知道了小郭出轨的事情。智叔气得站了起来，美叔知道的这么早，竟然不告诉他。不过他早就可以教训小郭了。让他更没想到的是，美叔早已看开，如今小郭才30多岁，他也不想看到小郭等他死后一个人和女儿生活在一起。智叔听此彻底崩溃，英恩也沉默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在国和道勋的公司解约，准备返回巴黎。道勋以为是巴黎的公司挖了在国过去，问起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。在国其实已经没有回来的打算了。英恩也和美叔分享起这件事，人生的离别无时无刻不再发生。他的父母是，他和在国也是。不过这些他都能勉强接受，但是他接受不了美叔就这么离他远去。见英恩落下眼泪，美叔的情绪也受到感染。他其实也很害怕，又有几个人能真的坦然走向死亡呢？然而即使再不舍，他们这3个要好的闺蜜终于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虽然这件事让英恩很难受，但是第2天的工作还要照常。他和在国一起上班的路上，互相聊起未来的打算。在国准备重返巴黎，而英恩则准备接受采访后搬家。两人对他们的离别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希望给对方留下最后1秒的回忆，也是幸福的。之后英恩查看起 Vagil 发来的访纲，不知为何他似乎非常气愤。之后更是找来了 Vagil 的总编，原来对方在预定的采访中没有问到关于 Sono 的任何问题，通篇都在借花献佛。通过英恩夸赞 Oliver， 总编不紧不慢地解释道，Vagil 只看载名牌，而 Sono 则是来衬托名牌的。英恩听此非常不满，决定拒绝和其合作。不久后，他来到照相馆等在国下班，在国则还有最后一个客人。智叔得知了英恩拒绝 Vagil 的事，非常着急，给他发来信息询问原因。英恩却直接无视了短信。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在国的手机，发现在国未来的行程似乎确实非常满。另一边，美叔给徐代理打去了电话，原来他最后一盒泡菜准备送给他，还邀请徐代理来他家来取一下。智叔被无视后非常伤心，这时他突然发现第1集出现的男友吉米给他发来了消息，不过他并没有在意，现在他的眼中只有道勋。然而吉米似乎盯上他了，他刚一出门，对方就热情地跑了过来，还开门见山地提出想和智叔重新开始。智叔一眼就看透了吉米，对方是找不到工作了，所以才回来找他。这时道勋也赶到了这里，向吉米表示自己的男朋友身份。两人顺理成章地甩掉吉米，离开了这里。而在国也和英恩手拉手前往回家的路上。往日里两人都是搭载交通工具，唯独这次英恩想要和在国一起走回家。英恩很开心能有这段和在国一起走过的回忆。在国也告诉英恩，之后每年的这天他都会回忆起和他一起走过这段路。两人就这么慢慢走向了路的尽头。离别时，英恩终于做出决定，陪他去参加明天的拍摄。而在国妈直到现在才得知了在国要返回巴黎的事情，还是道勋无意间说漏了嘴。等他回到家后，只感觉到这个家空空荡荡的，最后只剩下自己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英恩陪在国一起拍摄照片。虽然英恩笑得很开心，但是其实心中非常不好受。他只能安慰自己，分手并不相当于爱情的结束。直属给道勋打去电话，结果被对方挂断。原来道勋被黄代表叫去谈话，黄代表因为上次事情的成功，决定将 The One 公司旗下的所有品牌公关都交给道勋来处理。道勋自然是答应下来。除此之外，黄代表还表示非常支持他和直树的感情，这让道勋情绪高涨。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吉米在一旁将两人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。之后给智叔打去电话，称道勋只是为了事业才和智叔在一起，还约智叔出来小聚。另一边，小郭突然收到了 Oliver 公司的邮件，对方希望通过道勋公司的帮忙，将英恩挖到他们的公司中去。道勋接到消息后惊呼出声，黄代表听到后瞬间猜出是要挖英恩，这让他十分愤怒。
而此时的英恩正和在国在一起，他将一份礼物交给在国，里面是个全新的包。英恩告诉他，这并不是分手的礼物，而是为了庆祝他新的开始。他希望在国在巴黎的工作一切顺利。在国见此最后问了一次英恩，他真的不跟他去巴黎吗？英恩则表示，如果两人能再次偶遇，那个时候他就会相信这段缘分。在国只好给英恩最后一个拥抱。只是两人突然接到了道勋打来的电话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英恩和在国正式分开，两人都因此非常痛苦。不过不知为何，在国突然又出现在英恩面前，他到底想要干嘛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